天嘅部分，我来小介客家四草料理地位嘅梦里梦米炒青虫，韩国啲后生嘅族群，韩国传统嘅客家族群啊，对亚出料理有乜嘅无共用嘅感受？我们所用的食材就是凤梨，100克，姜差不多50克，蒜头50克，然后我们的辣椒1支，葱2支，凤梨20克，配肠300克。哦，对哇这样子准备好之后啊，那在这亚出嘅客家嘅那个料理吼，佢做乜嘅会按用嘅意思咧？对，那其实老实讲，这些的食材，它在我们的一般的传统做这样搭配，对，它就是很容易取得的食材，对，很容易取得的食材。那首先我们先来制作，我们第一个我们先来切食材，好来，然后我们先切木耳。木耳呢，我们就把它切成片状，太细就可以了哈。然后把它切好之后啊，这个口感都很好，这已经都是新鲜的这个木耳，好。然后这个把它切，再过来我们切我们的姜，姜的话，姜是要怎么来处理？姜我们就把它切成片就可以了，切成姜片就可以了。姜片哦，姜片，对，一片一片，我们就先把它切成姜片，这样子，好，一片一片的，好，然后我们就是把它放在这边，好，先放旁边。对，然后再来蒜头。好，这蒜头啊，你讲要爆香哦，爆香一定很重要的就是这些葱姜蒜。对。然后我们就把它切成这样子的一个片状。好，然后辣椒呢，我们就是不喜欢吃辣的，就把它做一个去籽的一个动作。那喜欢吃辣你就不用，就把它切成斜刀就可以了。OK。对，要有一点辣它才香哦。那有一点辣椒这样。好，葱段。我以前在这个跟妈妈大概了解菜的时候啊，我葱跟这个蒜啊，我常常分不太清楚。对。然后我们的这个凤梨，好，切成这个心把它切掉。切掉。对，因为心的话它会有一点点碍口，我们把它切掉。好，然后我们就把它切成片状就可以了。也是片状。片状，差不多平均0.5公分，厚一点。才会好吃，就带着有这个口感哦。对，太薄就觉得又吃不太出来这个口感。对。爱出来。我们先把这个蔬果切好之后，我们就来切生肠。哎呦，这个生肠啊，我们本身就是脆肠很重，然后这个就是把它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然后就是这个，然后稍微把它划刀一下。挖开了，挖开了，为什么？烹煮的时候，它的熟成会比较快，所以你这个就把它划刀一下。这其实在斯文市炒里面的一个生肠或者我们的脆肠的话，你就这样子把它简单的划刀，然后清洗的话很简单哦，清洗其实你可以用太白粉，或者我们客家人经常会用灶去烧制，就是会你说那个台州塔的那个粥啊，对，然后我们把它用那个木炭下去洗也可以，对，然后这个就把它切成一段一段就可以了，然后也不用说画得很平均，你就是大概有一个纹路这样就可以了。OK。如果一般在就是我们市区的时候，你没有那种我们讲的碳粉，那怎么办呢？你就用太白粉或者是啤酒洗一洗就可以了。对，就基本的比较干净。好起来了。对，然后你在切的时候啊，其实就是注意它的大小要一致。可是生肠啊，如果你在炒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它的那个熟成度。所以你千万要记得它的熟成度，就是时间要快。我们讲说动作要快。快很准。对。那时间一久之后，就相对卡某按起的没有那么新鲜那种感觉，是不是？就是会太老嘞。它那个就会像阿伯一样，吃起来就会很硬哦。怎么说呢？跟空气接触太久了。对。好，那我们就是一一的把这个切开。好，你在切的时候记得一定要把它切断。好，等一下炒起来的时候才会好吃。对。来，我们开个火，然后很简单。我们加的一点点的芥末籽油，差不多要油香的咸哦，然后就是要加差不多2匙的油下来。好，然后第一个我们就把我们的辛香料，先放下去，
慢慢的变香啊哈，慢慢的变香。等一下就会批到给香香的呀，给米丝嘞哈。对，好。那像刚刚这师傅啊，在用那个油为时间啦，在放这个油哦。就我印象所知，我小的时候，他好像爸爸妈妈或阿公阿婆啊，就会用那个猪油，会放猪油。哦，对，因为客家的唯一的一个特色就是把猪油的呀，它就会把猪油它的同香的呀，然后在烹煮的时候啊，它这个味道就会很香，很好吃。对，他们都是用猪油比较多。对，可是因为我们现在传统市场啊，其实老讲。要去买到猪油也不简单。其实，在家里就是我们现在在台北也不容易去买到猪油啊，也没有空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可是你可以用一些的，我们像譬如说，你可以用我们的一般的像外面市售的像鹅油啊，那个也都可以。对，也是我们说的这个通不新的油啦。对。那我们现在把它爆成一个很香的一个那个浓味哈。有哦。那我们一样我们就把它放下去之后啦，我们就要先放我们的木耳。好，对，糯米要先表落去。对啊，凤梨先表糊的去。好，然后我们的凤梨啊，其实它怎么炒它也不会去把它紧缩。然后这个时候啊，我们就要放一点点的调油。调油。OK。调油。调油放下去。然后我们的米酒。米酒。然后我们的蚝油。哇，蚝油好像是很重要的，也是蛮重要的一个，各1大匙就可以了。OK， 然后让它稍微炒香那样，然后最后米丝就出来，米丝就出来，然后生肠是生的下去炒的时候啊，速度要快一点。然后我们现在把它炒到熟。怎么样看这个分别说有没有熟了呢？它的颜色会变，它会变得比较有一点点。白色，带白就表示快要好了。然后颜色也都出来了。这个时候我们的凤梨，很多要葱辣椒味要的。对，所以它其实也不是说以一个时间来看也可以看那个葱的个色梦，你讲色梦哦，而且那个水粉色，天天变到白色的时间，跟时间就差不多了。对，然后我们好了之后啊。你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里面不用加糖，因为凤梨的甜度是够的，所以我们就直接这样子炒起来。第一个也不要去勾芡了，因为现在人讲求都健康，对。然后之后我们就慢慢的把它煸炒一下，然后闻到凤梨的香气，这样就可以了。这凤梨炒水炒。哇，时间刚刚宽啦是哦。我都5分钟，好像感觉不到5分钟的感觉，时间很快哎。对，就这样就可以上桌上菜。对，我们小炒的话，这速度都会很快。对，你看那个生肠都一颗一颗小小的。对。你可以讲到一个最讲你啲客家文化啊，刚刚有讲到，刚刚师傅有提到说，因为群腔嘛，所以我们都会取一些这个内脏啦，是的，来做一些的，我们来做食用。对，好，OK， 因为亚个是这么该不会他。取这些东西、这些食材嘞吼，因为我们一般客家人他是勤俭持家，然后他觉得说那个生肠啊，或者是里面的内脏，把它丢掉可惜。可是，一只猪养到差不多300多公斤的时候，他会觉得说，这一块猪很不容易把它养得这么大，那你要把它丢掉，他就会把里面的内脏洗得很懂请提的，然后直接物尽其用，对，把它用上去这样，然后就想办法把它炒出好的那个客家的料理，对，才有那个4文4炒的呈现，对。原来遐类型哦，这边都会你要给汉人地方，反正就看到一点会色出来，就最把它拿来做取用，对不对？是，就边都会你要出给梦蜜炒车肠，就按你出来嘞。好，再下来咧，像个老那个主厨吼，师傅来讲一下，就讲呀，后生嘅朋友啊，韩国啲啊传统嘅朋友，传统嘅客家朋友，这个口味的这感受上面有没有某空用吗？某空用哦，因比较年轻的话，他吃的味道会比较清淡。那老年人他吃的比较重口味，可是我们把它区分到一个不一样的，在80年代跟90年代的年轻人，他希望能够精致而味道让它有一个比较养生的一个清淡的一个口感。那我们就把它做一个演变，就是现在的年轻人，我们讲说8年代的跟9年代的这样的一个族群，他会比较容易去接受。比较口味淡一点的口感，然后跟创新的口感。那如果老一辈的话，他就比较喜欢吃比较
重一点的味道，然后希望能够猪油香。年轻人就不喜欢猪油香，因为他们会觉得说，可能会臭供跟猪油，它有一种味道，好像有味道，而且是台湾农业沙皮啊，而且有这个体力活，对，吃猪油就补猪的这种力量的感觉，是的，所以他本身如果老年人他希望能够有一个体力活的话，他会吃我们讲的就是一般的米食，然后跟着我们的这个米饭啦，然后就是猪油啊、板饭这样子的用法这样子但是应该也是慢慢的经过亚给史特的贵边啊，对，这些传统的客家的朋友哈，给到应该没对天的讲书，是形成比较清淡的这个方面。可是你清淡当中，你也要有一个重点，就是客家的元素啊，料理的元素一定要注重3点，就是油、香、咸。然后它注重油啊，就是肥然后咸就是它咸的适中，然后香就是一定要把那个啪的熟的，它才会很香。对，所以这个3个味道一定要把它取一下，把这个改良出来之后，让年轻人更喜欢。跟师傅还是臭贡，我好像是比较那种传统的客家人的感觉嘞。是的，就是吃的比较重的味道。对啊，就是这种咸嘛，油啊、香啊这种东西，好像我比较可以接受。对，一般如果在客家装猪的久一点，然后阿婆他们做的料理都会比较有一点点重的味道，然后就永远记在我们的脑海里面。像我也是一样，很用心。不过呀，他当然啦，我有感觉懂得要给创新的做法，创新的这个做法，那这个味道上也会比较清淡一点。对，我们在调和那个味道的时候，年轻人他是喜欢比较创新，然后味道的话，他希望能够比较健康的。可是油香咸这样的一个3个味道，一定要注重在我们客家菜的一个精神，对不对？对。好，给亚出来就会给面老太家烧鸡豆的好搞豆呀，给梦里梦蜜炒青虫，给撒下来呢，你就要来准批西文嘅料理了。是的。